大家好，欢迎来到思维健康。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曾经出现过疼痛性的皮疹，它持续好几周或者你认识的人当中有这种情况。今天呢，我们就深入探讨一下这种带状疱疹以后的神经痛，以及诊断和治疗它的最佳方案。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我是杨医师。这个带状疱疹它实际上是一个水痘带状疱疹病毒以后在身体的免疫功能低下的时候，它又重新活化，是同样的水痘病毒引起的。它主要在老年人身上和免疫系统功能比较弱所以呢，大家出现这个情况呢，一定要想到这是我们免疫功能开始低下的一个表现。下面呢，我们就从思维健康和整合医学的角度呢，来看一看我们怎么样预防和治疗带状疱疹。首先我们要认识带状疱疹的一些早期的症状那么第一个症状呢，就是局部的疼痛和敏感通常出现在身体的一侧，它是沿着这个神经路径来分布的，常常是在胳膊底下或者是在胸部的侧面或者是背部。第二个呢，就是个皮肤刺痒或者有一种烧灼感这种感觉呢，它在皮疹出现前几天呢，就开始越来越明显。第三呢，就是全身无力、疲劳甚至有一些轻微的发热和头疼。第四呢，就是局部皮肤有红肿所以呢，当出现这些现象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意识到这可能是带状疱疹早期的症状。那么完了以后有什么后遗症呢？第一个后遗症就是疼痛。皮疹消失了以后呢，那个疼痛可以持续好几个月甚至几年。另外呢，这个皮肤容易继发细菌和其他的感染。另外呢，就是容易出现眼部的感染和视力下降甚至导致失明。还有呢，就是听力会出现问题，影响耳朵还有可以造成运动神经的损伤造成肌肉无力甚至瘫痪。那么这些呢，都是带状疱疹病毒在我们全身的不同的部位、不同的系统造成的后遗症实际上呢除了它本身的病毒以外，更多的是造成我们机体的一种慢性的免疫反应。如果我们感觉自己可能得了带状疱疹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处理呢？首先呢，我们从药物治疗的角度来看，因为它是一个病毒感染嘛，所以抗病毒的药物像法西洛韦以及呢法手洛韦，这些呢都应该在皮疹出现72小时之内就要使用。这样的话呢，可以明显减轻它的严重程度和病程。当然还有一些止痛药非甾醇类的抗炎药，还有一些阿片类的药物还有抗癫痫药，实际上不是用来抗癫痫的，是用来治疗神经痛的。还有局部治疗，像一些利多卡因的贴片是吧，拉焦素乳膏这些可以提供局部疼痛和缓解。从饮食角度来讲呢，大家保持均衡的饮食，充分的水分像抗炎饮食主要是富含欧米伽3的鱼类、浆果和绿叶蔬菜这些呢都很重要。另外就是补充维生素 B 群和维生素 C， 它们都能够支持免疫系统和帮助呢修复损害的神经。那么从能量角度来讲，针灸对带状疱疹特别有效它可以减少疼痛，促进气血流通和这个炎性的反应。内服的药呢，像一些疏风止痛的、活血化瘀的，以及外用的像黄连解毒汤洗剂、三七粉的冰片，这些呢都可以外服。其实免疫功能低下的时候，常常跟精神压力有关，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调整自己的情绪，改善人际关系，保障充分的睡眠同时呢，可以用不同的打坐、冥想，提高自己的正念，从一个精神层面更好的来看到我们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和矛盾，这些呢都可以大大的缓解我们精神方面的压力我们最近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王太太呢她67岁了
那么最近呢，突然在这个胳膊的下方到这个右侧这个腋下这个地方出现了带状疱疹。一开始以为自己能够扛过去结果呢越来越严重，而且疼痛非常厉害这种情况下他跑来看病。那我们看了以后呢，就跟他解释这是一个典型的带状疱疹最近的免疫功能比较弱有什么问题他就跟我们讲最近呢在跟女儿闹矛盾，睡不着觉食欲呢也比较差，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1-2个月了。这就是他精神层面造成了他的营养层面的问题。那么最后呢就表现到我们这个结构层面，也就是带状疱疹。当然了，它的化学反应就是一个病毒的再激活。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们首先就给他开一些抗病毒的药，因为病急嘛，就治标了，就先把这个病毒感染给它控制下来然后呢再给他开一些非这个激素类的抗炎药像小剂量的阿司匹林但是呢因为他已经这个急性期过去了一段时间了，所以呢更多的呢是要帮助他恢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针灸中药就非常好。好在我们这个北方医学中心有这个非常完整的针灸和中药的部门，所以这个病人呢经过这段时间的治疗呢有很明显的改善。但是呢我们还是叮嘱这个病人时刻注意他的起居饮食精神状态，因为这种疱疹病毒它会造成一系列的后期的神经方面的损害，影响到听觉，影响到视觉甚至影响到脑部的功能，所以这些呢都是要特别的重视。好，谢谢大家收看这期的节目如果您在这方面有什么问题、体验和高见呢，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如果您发现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也请你和亲朋好友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端粒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